欢迎收看第973期《北京不静音》。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昨天日本首相石破茂纪念战后80周年的一番演讲。那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就是当年日本为什么没能够避免战争？那中国人很喜欢让日本人道歉，一遍一遍又一遍的道歉。当然，我们都知道，只道歉是无法避免这个错误重犯的。我们小时候都经历过，犯了错之后被家长或者老师去问错了吗？说错了，但是他还要让你说清楚啊，你哪里错了，怎么错的，如何避免再犯啊，还要把这些写成检查。那这当然是有一定意义的啊，人必须意识到你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才有可能避免再犯。所以石破茂这番讲话就在直指这个核心的问题，但是无形之中呢，也给现在的中国人上了非常宝贵的一课啊，这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原因。我会就里面一些节点性的文字摘出来给大家分析。那我们先看一下啊，首先一上来呢，石破茂就说，自上次大战结束以来，已经过去了80年啊，将近1个世纪了。他说，我国始终以和平国家的姿态前行啊，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不懈努力啊，这都没有错，对吧？那么，如今的这个和平与繁荣呢，是建立在包括阵亡者在内的所有人宝贵生命和艰难历史之上的。这一层观念啊，我不知道很多中国人能不能理解，因为在80年前那场战争呢，中国是一个受害者的身份，但是啊，如今的和平与繁荣，它不只是由受害者的牺牲、苦难，并且持续的抵抗啊，最终所造就的，它也包括哪怕是侵略者在内的每一个生命的逝去，都包含在内。因为这些哪怕是侵略者啊，他也有自己的亲朋好友，那么他的牺牲，他所付出的这些生命的代价，也会造成人世间的这些悲痛，久久的回荡在这个人间，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追思和反省，那对于现在的这个和平与繁荣也是有贡献的。所以能够缔造一个和平与繁荣，与当时那场战争的每一个生命的逝去啊，哪怕在战场上的一匹马或者一只狗这样的生命的逝去都有意义。所以加在一起，那一段艰难的历史过后啊，大家对于和平的渴望，对于战争的这种反战的情绪啊，那么才会让我们持久的处于一个和平与繁荣之中。那好，我们接着看啊，他接着说，此前呢，在战后50年、60年、70年的节点上，历任的内阁总理大臣都发表了谈话，对于历史认识的立场啊。那么石破茂说呢，他予以继承，但是他认为在这之前的3次谈话中呢，都没有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当时为何没有能够避免那场战争呢？那么在战后70年的谈话中，也就是10年前，有这么一个说法，在日本啊，就说日本试图以武力来解决外交经济的困境，国内的政治体制未能成为制衡，来解释当年为什么发生战争啊，但是还是偏于模糊啊，偏于笼统。那么石破茂这今天的这个讲话啊，就是想要把这个问题说透。首先的问题就是，当时日本的国内政治体制为什么没有能够制衡呢？他说，首先呢是体制上的问题。当时战前的日本的宪法啊，跟后来现在日本国的宪法是不一样的。现在日本国宪法也叫和平宪法啊，那么当时是大日本帝国宪法。那个宪法里呢，日本并没有将政治与军事一个适当整合的机制，在那个宪法里是没有的。指挥军队的这个统帅权被视为是独立的，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制衡它、监督它。那我觉得，当然了，这篇文章后面啊，他还从当时的日本政府的角度
以及日本议会的角度，很多角度啊，并且罗列了很多当时历史上的发生的事件，来佐证他的观点啊，就为什么整套机制都没有办法对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去进行一个制衡，最终还是爆发了战争啊，非常的详实。我们今天不在这儿展开，大家感兴趣呢可以去找这篇演讲稿去看啊，去研究这段历史。那我是想更多的把这一个反思引申到中国现在的问题上。中国现在的体制啊，你不管它是什么样的体制，如果说，比如说习近平或者高层想要去发动一场战争，有没有人能够制衡它？有没有人能够监督它？或者说，哪怕这个战争已经打起来了，情况非常不好，有没有一个机制能够让它止损，能够让它退出这场战争？还是说要战到完全战败，习近平被斩首，或者说整个中共彻底垮台，才有可能让中国人从未来的那场战争的这个泥沼中挣脱出来？这都是值得现在中国人去反思的问题。日本人在80多年前打那场战争所犯的这些错误，那中国会不会重蹈覆辙？我觉得在这儿有一点非常要说明的，就是所谓的受害者和加害者，此二者的身份并不是固定的。我们不要觉得说受害者永远是受害者，受害者也有可能变成加害者。我们举这个，比如说巴以这个问题为例子，对吧？犹太人在二战的时候被关进集中营，他们是受害者。但是如今犹太人在加沙地区的这些行径，他又变成了加害者。你可以认为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去突袭以色列的时候，当时的现场的那些以色列人是受害者。但是如今这2年，反过来，很多的犹太人又成为了加害者。所以受害者跟加害者这个身份并不是固定的。如果对这一事情的反思不够，那么受害者也有可能有一天，当他自己缓过来变强大之后他的那个心理的问题还在，他也有可能摇身一变成为新的加害者。那么中国在二战的时候是受害者，未来有没有可能主动的发起战争，成为一个加害者呢？目前看来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日本对于自己当年加害者身份的这一番反思，也非常适用于现在的中国。好，我们接着看石破茂是如何反思当时的问题的。除了政府议会体制的问题之后那么他第4个分析的原因是媒体。他说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就是二战那场战争之前，当时的媒体呢，对于日本对外扩张是持批判态度的。记者时代的石桥战山曾主张应放弃殖民地，但自满洲事变起，媒体舆论转向积极支持战争，因为报道战争好卖，各报纸发行量大增。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后，欧美经济大伤，实行高关税保护本国经济，日本出口受重创。严重萧条背景之一，民族主义高涨，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党抬头。主要国家中，仅苏联似乎发展顺利，思想界也流传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的时代结束，英美已经终结，全体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观念渐成主流。在这种形势下，关东军一部分发起满洲事变，短短1年半内占领数倍于本土的土地，报纸大肆报道，国民为之迷惑，民族主义进一步高涨。关于日本外交，吉野作造批判军部在满洲事变中的行动，清泽烈严厉批判松冈洋右带领日本脱离国联，也有一部分尖锐批评。但自1937年秋后，言论统治加强，政策批判被封杀，战斗论调成唯一传达给国民的内容。那我们由此来想想现在中国的处境，对吧？世界经济再次萧条，
欧美的经济也不行啊，尤其是美国特朗普又举起关税的大棒，那么中国的出口像当时日本一样啊，也会严重受创。那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现在也是民族主义高涨，那已经不需要再有一个什么纳粹或者法西斯上台了啊，因为共产党实际的作为就是一种法西斯。那么也是啊，所有的整个人类的思潮都在往右转，往保守主义转。那中国本身就是这个全体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观念的，所以这个土壤是非常成熟的。那么尤其是最后下面说的啊，当时日本也开始慢慢的进行言论管控加强，那中国是一直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共产党传递给中国国民什么样的思想和内容，那大家就被这样唯一的声音去洗脑。所以我们看看啊，这就是100年前在日本发生的情况，其实现在中国更加的严峻。好啊，我们看看他的最后的一个反思总结啊，他说政治应始终关注全民利益与福祉，并以长远角度做出合理判断。若责任归属不明，局势僵化，即便成功可能性低、风险高，激进呼声和大胆方案也往往会被接受。当时日本的这个海军啊，永野修身军令部长就以手术为比喻，说为什么日本要参加那场战争啊？他说，虽满怀忧虑，但治愈大病唯有下大决心排除国难。政府判断不战即亡国，然一战亦或亡国。然而不战而亡，则连灵魂都消亡。就是说，无论如何要打这个仗。陆军部长东条英机也曾经向这个近卫文米首相说说人有时也需闭眼从清水舞台纵身一跃。他们这个都是重情绪轻理性的判断啊，但站在当时成为一个主导。那这些情况在中国有没有呢？那中国我觉得习近平一个人的声音就够了。那他会是这种非常武断的、冒险的、任性的去做这些判断和决定的人呢？那结合他这10几年执政所干的事情，是非常有可能的。那接着石破茂说啊，议会和媒体应发挥制衡政府、做出错误判断的作用。那中国的议会啊，咱们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一个摆设。中国的媒体啊，你也可以认为没有媒体啊，全都是官方媒体，全都是党的喉舌，所以他们并不能做出制衡政府，甚至制衡共产党、制衡习近平的作用，没有。那下面说，国会啊，应当通过行使宪法赋予的权限啊，等等等等，做出这些事情。那中国的宪法也是完全听党的，对吧？所以，当时日本的那一套整个体制，包括媒体、包括国会、议会的运转啊，失效，导致军国主义上台，然后发动一场战争。那么，现在的中国，这一切本身就是失效的。所以，如果想要爆发战争，非常的容易。那怎么办呢？石破茂的反思是说啊，需要包括有使命感的新闻事业在内的健康言论空间。上次大战时，媒体煽动舆论，将国民引向鲁莽战争，不可陷入过度商业主义，亦不可容忍偏狭民族主义、歧视或排外主义。包括安倍前首相不幸遇害在内，通过暴力践踏政治，以歧视性言论威胁言论自由，绝不容许。这是日本自己的反思也是日本这80年来和平与繁荣的一个基础就是建立在持续的反思跟反省之上，而且这些他们做的还是不错的。好最后石破茂的最后的这一番话给大家念完也是说的非常好。他说，
这虽都是遥远的往事，但足以揭示放弃议会责任、精神主义横行以及轻视生命权利的可怕。若不能正视历史，便无以开创光明未来。历史教育的重要性正在我国面临战后最为严峻复杂安保环境的当下，更应再度得到确认。经历过战争的人数逐年减少，记忆的风化令人担忧。正因如此，包括年轻人在内，每位国民都需主动思考上次大战与和平的意义，使其服务未来，从而更强化和平国家的基石。我将与国民一道，汲取上次大战的各项教训，竭尽所能，绝不让那样的惨剧重演。共同社啊，所以这一番话啊，我不知道看到这一番话的中国人怎么想，因为大部分的中国人认为，为什么会有上一次战争呢？他们的反思跟日本人完全不一样。中国人认为落后就会挨打，只是因为自己弱，所以呢被人打了上次。那么现在呢，中国人认为自己很强大，所以就不会有这个战争。这只是中国人一个非常朴素的想法啊，但是。那你有没有可能主动的去往外发动战争呢？当你的整个运转机制没有一个制衡、没有一个监督的时候，那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当你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一个加害者的时候，你认为仅仅因为你强大，这一次你就能赢，你就永远不会输吗？你就永远不会落得像当年日本军国主义一样的下场吗？中国现在的情况就如石凤茂在最后这几句话里说的放弃了，当然议会的责任、什么政府的责任、媒体的责任，这些都放弃了，主动放弃以及被迫由共产党的压迫放弃的。总之，现在整个这个社会的这些机构，没有人承担起监督政府的责任。那各种的一些主义啊，一些好战的、社达的这种思潮，以及最重要的中国人啊，现在轻视生命权利，不拿命当命，不拿别人的命当命啊，甚至不拿自己中国人的命当命。那在这种情况下，煽动着民粹主义，再加上经济不好所造成的国内外的压力，那最终很有可能就会爆发战争。这就是今天做这期节目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中国人太简单的把上一次日本为什么会发动侵华战争归咎于4个字军国主义。但我们都知道所谓的什么什么主义，它只是一个想法。你再和平的一个国家里，也会有持有这种想法、极端想法的人。日本现在难道就没有这个军国主义想法的人了吗？有，但他们没有办法再发动这场战争。德国难道就没有还持有这个纳粹想法的人吗？有，但他们也没有办法再去建造集中营。所以有这种极端想法的人永远会存在。那中国也是有很多有极端想法的人。最关键的是什么？最关键的是你有没有一套完整的、运行良好的制度，能够让这些想法不造成实际的伤害，以及当他们造成一定伤害的时候，能够立刻止损。那这一切我们在日本身上其实现在已经可以很安心的看到了我们不担心日本会成为一个新的帝国去向外扩张，就像80多年前一样，不会的。但是为什么不会？正在于这80年间，日本持续不断的去改进他们的制度，改进他们的媒体，改进他们的政府，改进他们的宪法，以及经常会有像石破茂这样的人去进行深刻的反思。那么这一切在中国有吗？我希望有。好，这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感谢收看、订阅、分享。